今天大家总开玩笑说投胎是个技术活，但在魏晋南北朝，这不是一句调侃，而是社会运行的铁律。你努力一辈子考公，卷 KPI， 人家出生当天就完成了人生首冲大礼包。姓王、姓谢、姓崔、姓卢、姓郑，基本等于拿到古代社会的 VIP 黑金卡。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士族为什么能躺赢几百年。古代有一种人离谱到什么程度？你寒窗苦读10几年，还在小心翼翼地问我能不能有个编制。人家刚出生，族谱已经替他把编制排好了。你努力是为了改变命运，人家努力是为了不把祖宗留下的命运败光。这种人就是士族。你可以把他们理解成古代版的顶级资源号，出生自带认证，家族自带流量，做官自带推荐，结婚自带资源互换。普通人还在新手村吭哧吭哧刷怪，他们已经直接出生在服务器后台。王与马共天下，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东晋皇帝司马睿南渡建立政权，靠的不是自己多能打，而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帮他整合江南土豪资源。登基那天，皇帝甚至拉着王导，非要邀请他一起坐龙椅，接受百官朝拜。这就很像一家创业公司刚搬到新城市，老板名义上是 CEO， 但本地的供应链、渠道、核心人脉、融资团队全靠一个超级合伙人。你说谁是真正的老板？名义上是司马家在开会，实际运行根本离不开王家。他们之所以能从东汉末年一路躺到隋唐前后，舒舒服服躺赢了400-500年，靠的绝不是懒，而是早早站在了古代社会的版本答案上。祖上有名，家里有地，朝里有人，文化有话语权，婚姻只跟自己人玩，最后把资源全垄断了，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贵族闭环。这群古代顶级老钱手里死死捏着6张系统级别的底牌。第一张底牌是名望继承。士族的核心资产不是钱，而是几代人积累出来的政治信用和文化声望。祖上当过太守、刺史、三公，家里出过名臣、经学大师。时间久了，这个家族就成了社会公认的高门。古代信息极度不对称，又没有全国统考，朝廷判断一个人靠不靠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出身。你是寒门子弟，能力再强，也得先花个10年8年去证明自己。你是名门之后，默认就应该不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汝南袁氏。袁绍、袁术开局为什么那么强？论军事能力，他们经常掉链子，但全天下的风头和人才都哭着喊着跟他们混，就因为他们出身4世3公的汝南袁氏。袁家连续4代人都做到正国级的3公级别，这就是顶级政治招牌。袁绍的出场不是普通创业者，是老牌上市公司太子爷下场体验生活。别人融资靠 PPT， 袁绍融资靠族谱。第二张底牌是9品中正制，把出身写进制度里。曹魏时期推行9品中正制，
本来是为了给人才打分，按等级做官。听起来很公平，但致命的问题是，谁来当这个负责打分的中正官？大多还是当地的士族豪门。于是裁判、教练、运动员全是他们家的人，制度很快变味。你是寒门子弟，书读得再好也是下品；你是士族子弟，天天抓鸟摆烂也是上品。后来就出现一句很著名的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就是士族时代的系统提示，简历还没开始投，人家已经被内推到中面了。第3张底牌是土地和庄园，经济基础太稳。士族不是只会吟诗吹笛，他们背后有极强的经济硬实力。大族拥有大量土地、庄园、佃客和私人武装部曲。乱世之中，普通百姓流离失所，但士族的物保庄园反而能吸纳人口，形成半独立的小社会。有土地就有粮食，有粮食就能养人，能养人就有政治筹码。皇帝要收税、征兵、维持地方稳定，都绕不开这些大族。普通人遇到乱世是账号被封，资产清零；士族遇到乱世是服务器维护，换个地图继续运营。第4张底牌是婚姻内循环，资源绝不外流。士族最狠的一招是婚姻，高门之间严格搞政治通婚，形成封闭圈层。你家娶我家女儿，我家嫁你家儿子，政治和经济资源永远在圈内交叉持股。南朝军阀侯景手握几十万大军，把皇帝都软禁了，想娶琅琊王氏或陈郡谢氏的女儿。梁武帝直接冷笑拒绝：王谢门第太高，你配不上，找个低一档的吧。通婚到最后，士族织成了一张超级关系网。皇帝想抄其中一家，往往会牵出一串亲戚、姻亲、门生、故旧，根本动弹不得。这不是简单结婚，这是行业前几名的超级财阀在做资源并购。第5张底牌是文化垄断，掌握历史解释权。在古代，读书门槛极高，没印刷术，一本书抵得上农户几年口粮，而且文字没标点，没老师亲口传授，你根本看不懂。这些珍贵的书籍、家学、传承都集中在大族手里。在这种绝对的垄断下，朝廷需要会写诏书、懂法度行政的人，根本离不开他们。这也延伸出了魏晋清谈文化。很多人觉得名士天天不干正事，喝酒、吃药、谈玄学，其实这是一种残酷的文化身份认证。你能参与清谈，说明你懂圈内高级话术，属于上层文化共同体。就像竹林七贤里的嵇康、阮籍，放浪形骸背后是顶级知识分子圈层的特权。同样是不上班，普通人叫失业，士族叫隐逸；同样是喝酒胡说，普通人叫发疯，名士叫清谈；同样是摆烂，普通人叫废了，士族叫有风骨。第6张底牌是皇帝也需要他们来治理天下。魏晋南北朝那种乱世，中央政权天天换，皇帝自己都坐不稳，基层根本管不到，而士族掌握地方人脉、行政经验和文化合法性。新皇帝登基，想让天下承认自己不是草台班子，就必须拉拢士族，
刘裕出身寒微，靠军功建立南朝宋。作为一代战神，他同样不可能彻底消灭士族，依然要给王、谢等大族封官，因为国家机器运转需要这些高素质的行政人才。皇帝不是不想搞他们，是搞不动，也不能全搞。真一锅端了，第二天谁写公文，谁管地方，谁给新政权背书。在这套躺赢机制下，顶级士族不仅能辅佐皇帝，又压住皇帝，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能出场救场，展现出惊人的精英底蕴。王导就是辅佐又制衡的代表，他不负责冲锋陷阵，但他像古代版的顶级运营总监，把所有利益集团拉到同一张桌子上，让公司永续经营。王与马共天下，意味着王家权势大到和皇族共享政治空间。皇帝做龙椅，王家做资源位。而陈俊谢氏的谢安，则证明了士族不全是废物。前秦苻坚率80万大军南下，吞并东晋，朝野大乱。谢安作为中书总指挥，稳坐后方，派谢家子弟率领精锐北府兵，以少胜多，打赢了淝水之战。前线捷报传来时，谢安正在家里和朋友下围棋。他看完战报，随手往旁边一放，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直到送走客人回屋时，他内心的狂喜憋不住，过门槛儿把木屐齿撞断了都不知道。这就叫顶级老钱的腔调。平时朋友圈发的是喝茶退休生活，公司要破产了，他突然换上西装进董事会，一出手就把危机公关做成了商业经典。这种恐怖的能量和门第观念甚至延续到了隋唐，形成了连皇帝都压不下的门第鄙视链。北方有5个顶级高门，被称为5姓7望：崔、卢、李、郑、王。他们极重门第，打心眼里觉得李唐皇族是关陇混血的兵族暴发户，血统不够漂亮。当时全天下官员的终极梦想不是被皇帝封官，而是能娶到5姓7望的女儿。唐太宗李世民曾大发雷霆，吐槽这些山东士族家里连个当大官的都没有，天天就知道拿破族谱要天价彩礼，于是下令编纂氏族志，硬把皇族排第一。结果民间根本不买账，官场私下里大家依然觉得崔家、卢家才最高贵。到了唐文宗时期，皇帝想把公主嫁给清河崔氏，崔家竟然连夜找借口推辞，死活不娶。唐文宗无奈叹气：我家当了200年天子，难道还不如一个姓崔的、姓卢的吗？这就说明士族的社会评价体系不完全由皇权决定。你有钱有势是一回事，老钱圈层认不认你是另一回事。士族不是不用努力，而是他们的起点太高。普通人努力是从0到1去拼命，去赌盲盒；士族努力是从80到100去继承满级存档。有些子弟哪怕不努力，靠着政治信用、教育垄断、稳定经济、婚姻网络、官场通道和文化话语权这6大优势，也能混到不错的下限。然而这个系统性的开挂阶层最终还是被3股力量联合按下了删除键。第一，科举制的兴起。隋唐之后开始实行科举，
虽然早期仍受门第影响，但他在底层逻辑上把选拔人才的最高权力从士族手里收回到了皇帝手中。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书籍不再是奢侈品，寒门子弟有了制度化的上升通道，一敲一敲挖断了士族的文化根基。第二，皇权的绝对加强，皇帝越来越不愿意让门阀控制官场，开始大力扶持通过科举上来的寒门文官，逐步在国家机器里架空和替代世家大族。第三，战乱的物理消灭。唐末爆发黄巢起义，农民军攻入长安和洛阳，对旧贵族进行残酷清洗，内裤稍为锦绣灰，天阶踏进公卿骨。紧接着五代十国混战，传统大族的庄园、族谱、人口和关系网被战火彻底摧毁。军阀朱温听信落地文人柳灿的恶毒建议，在白马驿将几十名自命清高的顶级士族重臣一夜杀光，全扔进黄河，史称白马之祸，让他们彻底变成了浊流。到了宋代，胡明考试的文官政治彻底确立，门阀时代彻底终结。士族的崩盘不是因为他们突然不会玩了，而是整个游戏的系统版本更新了。以前的版本通关密码靠门第看族谱，后来的版本通关密码靠考场刷分看成绩单。老玩家还在大堂炫耀祖宗留下的黄金装备，新系统已经直接一记清平雷电，重新洗牌。士族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上真正稳定的权力往往不是皇帝手里那把明晃晃的刀，而是藏在土地、教育、婚姻、名望和制度里的资源闭环。皇帝看起来站在最上面，但士族才像一张巨网，铺在整个社会底下，谁出生在网上，谁就被拖着往上走，谁出生在网外，想爬进去就要付出几代人的代价。所以士族为什么能躺赢几百年？答案很简单，也很扎心，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赢，而是整个家族、整个制度、整个时代都在替他们的平庸疯狂开挂。好啦，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欢迎点赞和订阅频道，再会。